下个月呢，学校里有一个奖学金的捐赠项目，现在是校办在对接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专业的对口，尤其是咱们海洋学系这些年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成绩很突出，所以奖学金呢会对咱们系有倾斜。啊，有奖学金对学生来说是好事儿。这是个长线项目，系里边想把这些事情交给你来负责。我？杨老师啊，学校呢知道李长宁的事情让你受了委屈，影响了今年的职称评定啊。你综合实力强，又关心学生，这是有目共睹的呀。明年再评一次，肯定没问题。我们也不愿意错过像你这样的人才呀。您的意思是，我可以正常续聘了？对啊，来看看这个。哦，对方呢是一个海运物流公司，如果谈得顺利的话，除了奖学金之外，没准啊，还能解决我们一部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哎，你还别说，这个丁总啊，还挺有眼光的。说是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见过你，对你印象特别好，还专门提出希望你也能够担任这次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你这什么意思？我就算没有工作，也不会接受你的任何施舍。我真是服了。也就是你妈跟你，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你换了任何一个人，你去问问，谁敢这么跟我说话？你妈妈打电话来求我，那老人家那副真心的样子，我是真心疼啊。没想到我这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是吗？我这1000万花出去图什么呀？啊，图你发通脾气啊？你说是我妈来求你的，不然呢？你妈说你要没工作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跟她打电话说我的事情？你发什么脾气啊？你丁叔叔来电话说你的工作都解决好了。也不需要他来帮我解决工作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学校现在没说要让我走。你以后对我的任何事情有任何想法，能不能直接来跟我说行吗？我跟你说什么呀？啊，你都36了，和我一样做了半辈子的穷教书匠，还拖了个孩子。万一要是被学校赶出去，谁还会用你啊？你不愿意求人，我拉下这张老脸来帮你求，我还错了？但你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他给学校捐了1000万，他为你的事捐了1000万，那我家几辈子都还不起啊！你丁叔叔真是太重情重义了，他是把你当亲闺女一样。那我就要欠他一辈子，是吗？他说什么，我都得听他的，是这样吗？你这话说的，你也太不识好歹了吧！他都病成这样了，还惦记你的事，你就是把他当做家里的老人一样来孝敬，那都理所应当。当初你害得你爸回来探亲的时候没了，连工伤都不算。最后抚恤金都是你丁叔叔帮我们争取来的，还有中考啊，还不是你丁叔叔上上下下托人找关系，才把你送进了省重点高中。知人要求放我眼里。你是考得好，那顶多也是上我们这儿的市重点。可丁叔叔送你上的是省重点啊，那是花了大力气的。丁叔叔对咱们家的恩情，一辈子都还不清。咱们要知恩图报啊！罗医生，啊，严老师，你怎么来了？小可乐拖了好几次，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就给罗医生打电话了。电话里他很担心，我来不及通知你就跑来了。那小可乐现在没事了吧？罗医生说他就吃多了。小乐就是对小可乐太好了，
我今天跟小乐商量了一下，看以后是不是把小可乐交给小乐养。可以吗？那要不这样吧，我把钱给你。我听小乐说，这种小仓鼠好像还挺贵的。是挺贵的，一只大概5万多。啊，这么贵啊？你们果然是母子啊，被吓到的表情是一模一样。严老师啊，我都已经来你们家煮饭了，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这么见外？那你就谢谢罗医生。谢谢罗医生。不客气，那我就先把碗筷什么的，我先放那。辛苦你了啊。严老师，我还剩一道菜，动作很快的，稍等我一下。真不好意思，本来说好应该我请你吃饭的，现在到这样麻烦你了。应该的，来，毕竟小乐帮我照顾小可乐这么久，不过就是一顿饭嘛。他跟我说啊，他很馋干妈的家常菜，已经很久没有在家好好吃顿饭了。蒜头在冰箱吧？对，我来拿。没关系。在这儿，够吗？你在用吗？我有时候会耳鸣，老毛病了。如果不是器质性的，多半和压力有关。如果你有空，还是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啊，对，还有一道菜，糖醋小排。小乐说他特别想吃。谢谢你，你做饭很好吃啊。是吗？而且特别巧的是，蕾蕾，她以前做糖醋小排的时候，也总是放话梅。其实是小乐告诉我的，他说你专挑里面的话梅吃。如果你们喜欢，之后只要有空，我随时愿意做给你们吃。其实今天过来找你，是想要跟你说个事，但是有小乐在，不太方便。哦，之前你说过，于可欣的身上也有那个纹身，对吗？啊，对。我后来又仔细看了你传给我的教学大纲，烙印纹身是其中一张。我在想，是不是让另外一半纹上特定图案，以显示对他的占有和控制？你的意思是，于可欣有可能也是当年的受害者，然后他选择加入他们，继续骗人。很有可能。其实今天本来想先打电话告诉你，可是小乐突然传微信给我，我反而先到你家煮饭了。希望这一点线索，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有，当然有。谢谢你。好。你又说了那2个字，谢谢。坦然接受别人的帮助，学习被爱，我想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课题，对吧？
快回去吧，天气变凉了。嗯，那你回去也注意安全。会。走了。嗯。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在这里，我是你们的神，是一个让你们从可怜的、自卑的泥沼中爬起来的救世主，是一个把你们从无人问津打造成花见花开的魔术师。到现在为止，598的体验课就上完了，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神奇的改变。我们后面的课时费是3988，后面的课程才是我们最精彩的段落，教你如何一步一步俘获女孩芳心，让她对你百依百顺。哎呦，你吓我一跳！染头发了？不是，你怎么突然来了？今天周一，我调休。哎，你挺忙啊，最近都不见人。对，我这，哎呦我就是你看，大伙儿都派出去了，就我在这儿留守呢。我这段时间忙的，我都忘约你了。这么忙还有时间染头发？不是我那天我不是就是去剪头发嘛，然后那个理发师说就这儿，他说这会儿太白了，说不好看，说染一下，就是颜色没调好。编，继续。没有啊。我再给你次机会。怎么回事儿？就是染大发劲儿了。参加第2阶段学习的学员们，很高兴见到你们。从现在开始，我要把零基础的你们培养成最优秀的猎手。我们首先用6边形审判系统为你的猎物评分分类。系统分为2大类 ：R 代表主观繁殖价值，她长得漂不漂亮，你想不想睡 ；X 代表客观内心价值，她是不是个好女孩，你想不想娶回家当老婆 ；R 值更高，适合当床伴，睡一觉就跑了；R、X 都高，才值得你花费大功夫与她维系长期关系。不过问题来了，你想睡不代表他就好睡，所以下一步就是对你想攻克的 NPC 进行开放程度的分析，术语叫做浪女信号。对于不同女人，只要采用对应的模式，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答案，分分钟手到擒来。浪子模式用于对付 A 级女玩家、B 级寂寞女人；帝王模式用于对付 C 级乖乖女、D 级保守女人。吟游诗人秒杀全场。你好。嗨。嗨，你好。乖乖女通常单纯善良，容易轻信他人，对付她们就要表现出老成持重，在这突然碰到，同时有霸总的强势，建立他们对你的崇拜。加个联络方式。这种姑娘很容易下手。
我们的学员有过第1天认识、第3天推倒的我平时不会这么唐突的，但是从见到你那刻起，我就知道，如果错过的话，一定会后悔的。你扫我吧。好。哎，那个我在外边呢。外边是哪儿？而且我问的是你在干嘛？我就在那个步行街这儿，我陪小乐来买点东西。买东西怎么不叫我一起啊？那个，没事，你俩还没吃晚饭的吧？要不我现在过来找你吧？别，你别过来了，我们马上买完就回去了。卢一峰，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在干嘛？你知道我最讨厌撒谎的男人了。不是，我没有。我相信你，我喜欢你，我就是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哎，我真没骗你，我你不仅侮辱我的感情，你还侮辱我的智商。喂。我觉得你直觉没错，你可能被绿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操控师的核心技术5步陷阱法。1号坑，好奇陷阱，就是要利用一定的神秘感，引起猎物对你的好奇和探索欲。至于什么样的女人会对什么样的男人产生好奇，那就需要根据她的分类，为她量身定制。比如对乖乖女，最近好吗？又梦见你，就要用甜言蜜语展示你的温柔。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吗？我好想你，不要不理我好吗？宁宁，你在吗？好有病吧！比如对女玩家，就要放低身段，展示你的无措与贪执。你来这干什么？那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解释一下。我没兴趣。我知道我在你心里面一直是一个……我一天只有30分钟的运动时间，一会儿6点半还有个和美国的 Zoom meeting， 没工夫在这儿听你的情情爱爱。也许你会觉得写信很幼稚，看完还会嘲笑我，但我还是想写信跟你解释清楚。如果你不想看，就直接扔了吧。2号坑着迷陷阱的关键词：颠覆，展示你隐藏的另一面，展示你隐藏的易碎，你的苦恼，你的脆弱，唤起对方对你的心疼和内心的母性。你信里的故事都是真的。就在那天我带你去的那个地方。所以，你明知道她因为跟前男友分手，才痛苦跳桥，你不光救了她，还非要和她在一起。不是，难道我们见到一个伤心难过的人，不应该去安慰他、支持他吗？难道你这不叫乘人之危吗？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看到他那么痛苦。一定要让猎物以为，他是唯一看到你隐藏属性的那个人。所以他捅了你这儿。你说他捅你的时候，还叫着前男友的名字。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很可笑，甚至觉得可怜，可我不这么认为。他才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相信捅我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在那一刻把我当成了别人。而他生病过得那么痛苦，你们却只会嘲笑他、贬低他。为什么？
瞧我的小可怜啊，还在情伤里呢。小罗，你怎么了？一会儿别说话啊！啊，你俩都别说话。芳芳姐，芳芳，真来啊！你真行啊！你永远相信你那帮闺蜜都不信我是吗？不是，他们说的特别肯定。我没看到你啊，在哪边？啊，对，我在这边。你等我一下，我给你看照片。看什么呀？你要看什么呀？你看，我就觉得特别像你。小乐，你看像不像爸爸？真挺像哎。你看。行，那就是我，行了吧？那我现在怎么在这儿呢？我是从那儿飞过来的吗？哎，别！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你比我年轻那么多，你一直现在想方法各种找我毛病。哦，行了，芳芳，没有，这种我都能理解，真的。是看错了。但是你现在居然开始质疑我的人品。不是，我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呢？芳芳，这已经不是1次2次了，你知道吗？爸，我之前哪有这样过啊？忘了，自己做过什么都忘了是吗？伤害过别人的事都不记得了。对，你就是这样，我不重要，我在你生命当中一点都不重要。我累了，我现在我累了，好吧，我累了。芳芳姐，行，芳芳姐，爸，你到底是怎么了？你怎么回事啊？芳芳走了，你快去追啊！人走了。你们这是怎么了？哎呀，别学你爸这样啊，一点都不好啊！我报了那个班了，外卖员16888吗？什么呀？我跟你妈说点工作的事。你真去报名了？这不跟你学的吗？哦，那我要是再不去，你指不定还干出什么疯的事儿呢。那你学到什么了？你不看见了吗？我这样的都能撒谎。这3号坑之前的作业你都完成了？嗯。加100个姑娘的微信，你都做到了？啊，说实话啊，我试了一下他们那个招，发现确实好使，但是主要的还是我去批发了点小礼物，扫码送礼，然后才加购的。那这最后一步推导呢？还没到交那步作业的时候呢。哦。你看一眼这个，这是现在最新的课。经过了前面3个陷阱，那么接下来也到了5步陷阱法的分水岭。简单这么说吧，前3个坑是让女孩爱上你，而后2个坑才是让女孩对你千依百顺，让你可以为所欲为。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第4号坑，自尊摧毁。只有摧毁他们的自尊，让他们变成你世界里的低等生物，一旦离开你，根本无法活下去。这样，他才会完全臣服你。此外，只要你们没有打算跟猎物白头偕老，那就必然需要甩尾，而甩尾更是 PUA 最华彩的部分，也是高手和庸才的试金石。摧毁猎物的自尊，让他离开你活不了，之后再甩了人家。
这不是又逼人去死吗？嗯。你还要继续学下去吗？你肯定得继续啊，你不能这时候放弃了呀。抓药组不就学到这儿吗？关键是这儿什么有效的证据都没有，这马上就4、5号坑了。我那导师，啊不，就那帮混蛋，这整天神神秘秘的。我觉得，在这一步上，肯定很多重要的证据就能放出来了，所以我肯定得把它学下去，要不然就这歪理邪说，那不知道害多少人呢。刘平说他找到郁可欣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停好车之后迷路了，绕了半天找不到。你们女孩子，这方向感都不太好。你别笑话我。你怎么穿的这么正式啊？太有气了，像个新郎官。我也不太会穿衣打扮，穿的正式点、喜庆点，总会不会错的。谢谢你这么重视，以后穿衣打扮方面，我可以帮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挺好，求之不得呢。我比较喜欢有上进心、有责任感的男士，希望他能疼我、宠我，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男人嘛，以事业为重，在外面打拼回来，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温暖的港湾。我觉得好女孩是不应该游戏人生的，所以如果有一个合适的人，我希望能早点结婚，踏踏实实过日子。是。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我特别喜欢小孩，所以我想早点要一个宝宝。我会把时间留给孩子、老公还有家庭。喝咖啡。就该这样。其实我们也想找一个单纯点的女孩子，早日安定下来。只是现在吧，一说结婚生孩子，很多女孩子就直摇头。像你这样的，挺难得。有事儿？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他前夫。前夫？你们是在哪个平台认识的？你是不是花了不少钱办了一高端会员？本来这次见面，你们是约在平台的线下中心，你都到了，他突然说觉得那儿拘束，还是到旁边喝个咖啡，他请客。这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引我上的钩。哎，你想知道后面的剧本吗？你想知道他是怎么通过骗婚把我搞？刘平，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有权利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吧？你这样诋毁我没有用，只会更让我觉得离开你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是个变态，他家暴我。派出所是有出警记录的，我逃离一段婚姻，就是希望能找一个更可靠、能保护我的人。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打人就是不对的。妈妈，妈妈，小杰，你怎么来了？我想你了呀。刘叔叔说带我和姥姥来看你，还有送个惊喜。这孩子是……这不是我的孩子，我也不知道他爸是谁。你们先解决吧，啊！让姥姥带你去那边看喷泉。给他买块蛋糕。好嘞。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你保险更过名，根据你儿子的身份证找到了你家。有人吗？有人吗？宝贝儿，回家了。哎，你谁呀？你可真是个疯子，你竟敢找到我家去！你看看你自己有点男人的样子吗？鬼鬼祟祟，你真的让人恶心，你知道吗？你不要辩解，他就是想用这套 PUA 的话术，让你感到羞愧，让你丧失判断。什么 PUA？ 听不懂。你别演戏了，你们的套路就是利用别人的真心去操控别人的感情。严小姐，你有副好脑子，还有一个供你读书的家庭，你才到了今天。但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你一样运气好的，没你聪明能读书的女人就不配过好日子啦。啊，你的资本是你的学历，让有钱男人喜欢就是我的资本。我们都是打工的，我没觉得你比我高贵。至少我不会去坑蒙拐骗。骗？刘平，我骗你什么啊？你照照镜子，如果没有你的名声、地位，还有你那点钱的加持，你觉得你自己配得上我吗？我们之间一直以来都是等价交换。不服气可以报警啊，如果报警有用的话。你很好的规避了法律上的风险，但我们可以曝光你，曝光你的生财之道，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套路。刘平还可以起诉你，起诉你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有欺诈行为。到时候你假怀孕要求补偿的行为就瞒不住了。我看你再怎么自圆其说。你问问他，他肯吗？这种人丢了面子，宁可去死。我比较喜欢有责任感、有上进心的男士，这样他能疼我。你别离开我，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给你写一个保证书。如果我做不到，我就净身出户，我就不得好死，我就天打五雷劈。所以你就打了他？所以我是个王八蛋吗？我。这种药呢，属于国家2类精神管制药，俗称氰化粉诱奸片。纹一个一模一样的图案在你身上，证明你爱我，证明你只属于我一个人。他身上那些伤呢？不可能是他自己打自己吧？反正肯定不是我打的。你到底是谁呀？你们为什么找上我？是因为我蠢吗？我肯，因为我在你这儿已经死了一次了。到底要干嘛？我想找到夏意。哦，对，哎，吃饭呢，楠姐。我问你个问题啊，狮子，和老虎，他们会在什么情况下相遇？有话直说。印度西北部生活着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群野生的
亚洲狮，而野生老虎主要分布在离狮子很远的南亚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远东。2017年，印度的中央邦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发现一头雄性的成年孟加拉虎开始向西迁徙，走了2年，走了300公里，它来到了和这群狮子只相距480公里的地方。为什么？它没事吃饱了撑的，它找狮子玩去。说人话。食物，因为食物。那天你跟我说我是咱们这唯一一个和夏邑有过直接接触的人，让我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什么被我遗漏的线索。我想来想去，你说我能遗漏什么线索？户籍信息、出入境资料比对、整容，这些咱们全都想到了，有什么是我知道专案组不知道的呢？还真给我想到了。银行有点意思，你继续。夏邑和鲁班虽然没有出入境上的交集，但他们有共同的 KPI 啊，寻找猎物啊。就像狮子和老虎，简雷雷和夏邑是在他们银行的红酒拍卖会上认识的。这种活动全是有钱人，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完美猎场。但我查过了。那天的红酒拍卖会客户名单里边没有夏邑，但别人可以带他进去。那把夏邑这只老虎带进这个完美猎场的狮子，会不会就是鲁班？这是那天的活动照片，周首富拍的。我又找了这个周首富，要了那天所有的照片。哎呀，得亏了咱们这个周企业家有个特别好的习惯，为人特别高调，无论到哪儿都随身带一个专业摄影师。你是说照片里没有夏邑，但会不会有鲁班？提审蔡志宇。是。老卢啊，如果你要拍那个视频的话，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芳芳在。不是芳芳，不是芳芳。哎呀，不是芳芳。不是，那个是他是那个。你也太快学坏了吧？不是，你过来，你看一眼。我看什么？我走了。哎，你别走，你看一眼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你这种事还让我看？我干哪种事？我没那么我说你来，你看一眼你就懂了。我求你，快，你看一眼，你就看一眼。不是真的，你看一眼你就明白了。你看了，你看。哎呦，假的都是，你看这多假！你想用这个办法就糊弄过去？啊？这怎么可能？要是这样都能行的话，那赵耀祖还用找我吗？那我能想出来的就这办法了。我有一个办法。手机。哎，我得拿个本子，我要记笔记。哎，不好意思，又迟到了。哎，第几次了？刚下班。又刚下班。想坐哪儿？我都可以。哎，我就在那个坐。人都让你坐，人都到齐了啊！欢迎大家来到蜡客大本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不是我的学员，而是伙伴。敬伙伴！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完成前4个阶段的优秀学员是老枪。大家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是老枪呢？请看大屏幕。
老强，你可以呀！对呀，害呀，害什么羞啊？老强害羞了。之所以老枪是第1名，是因为在这次作业中，他充分展示出了对猎物的操控能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推导视频中，猎物对于老枪是完全的服从和配合，100%的享受在其中，甚至允许摄像镜头的存在。所以，作为奖励，我们给优秀学员老枪颁发6000元的奖金。不错呀，好多呀！请客，晚上找个好点的场子请啊。接下来，也到了大家最期待的5步陷阱法之第5坑——情感虐待和操控。只有历经重重的考验，才有资格看到 PUA 的巅峰绝学。恋爱是感性游戏，需要制造强烈的感情刺激，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不能抽身，让你为所欲为。和失去你的痛苦比起来，钱、人，甚至命，都不值得一提。天堂周期，地狱死亡点，离生周公，疯狂榨取，专属烙印，自杀果粒。上视频。疼吗？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疼都可以忍受吗？你现在知道我有多疼了吧？每当我看到你跟那些猪头客户眉来眼去的时候，我比这还疼。我没有。不要狡辩。对不起。要说对不起，老公。对不起，老公。像你这样的女孩，脱了衣服那才是真正的诱惑。我要把最完美的你完整的记录下来。把手拿开，拿开。对了，老公，能不能不拍脸？想你的时候，我当然要看到你的脸。你在担心什么？没有，我只是……你是觉得我会把视频给别人看？觉得我是一个变态？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就对了，好美！看呀，老强，精彩的来了，精彩的！那是必须的呀，这都行。老强，嘛呢？快，开门！来了！哎，嘛呢你？去！太刺激了，这个，我不得不洗把脸，冷静一下。这位老师，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可比我们这个厉害，咱们真的得跟您好好学习一下。这都怎么了？这，哎，找什么呀？我的笔呢？这儿呢。啊，你以为自己是007啊？哎，这个名字好啊！哎，那下回我就用这个名字。你拿走也没用，你爹我的设备都是云同步的。真他妈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往死里打！哎，站住！
不是，哎，我是卧底，老实点，别动。行，今天先到这儿吧。不审了，为什么呀？抓着了。嘘。警官，怎么不审了呢？哦，不用了，我们还有别人要审。谁？你觉着呢？有些人自以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游戏上跟人联系，但是我们要抓的人，无论跑到天涯海角都能抓到他。走。等等。我交代，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林火生是主谋，我顶多是从犯，因为是他把我带到公司的，这个骗人的把戏也是他想出来的，我就是真的帮他，只是归纳和整理一下。也就是说，商业银河红酒品鉴会是你把林火生，或者是说叫夏意，或者是说叫彭西立派带去的。你们去寻找目标，然后看中了简雷雷，对吗？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他的主。肯定的，简经理。谢谢。哎呦，对不起，那个没给你撞坏吧？没事没事。哎，你叫简雷雷？啊，对。真是太巧了，我叫夏妍妍。夏妍妍，真的假的？夏意，很高兴认识你。我和林火生是搞传销的时候认识的，他那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带女人进来，对女人一门灵。他告诉我说，有一本搞定女人的秘籍，什么6边形体系、纹身烙印、自杀鼓励等等的。我看了，当时觉得挺牛掰的，我们就商量，这不仅能搞定妞，而且还能开班搞教学赚钱。那我就赶紧搞了一套简易的材料，正准备上课，他人就消失了。后来我听说他是骗了某个大哥的女儿，人家要把他腿给卸了，所以他跑路了。大概不到2年，他又出现，还整了容，搞了本帕昂护照，成外国人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在帕昂搞了一个电商新平台。我当然一看，不就是新瓶装旧酒吗？根本用不着1对1的见面，只要在网上把人设搞好了，慢慢聊天聊出感情来了，就能赚钱了。用他的话来说，就好比把猪带到猪圈里，等养肥了再杀。他说这叫杀猪盘。你平时跟林火生是怎么联系的？实话说啊，他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你那怪盗已经过界碑了。二哥，来。
什么时候的风声？李可欣这个贱人！给我打！打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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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胖子，你怎么样？Service. I have the best investor. Just tell them what I said. And no bullshit. Don't get in, okay? That's it. 来咖啡。我打工作电话的时候不要插嘴。对了，先去长安大厦，你要再送我去公司。长安大厦是接李总吗？我不喜欢别人瞎打听我的工作。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私人助理吗？你工作上的事情，我想替你分担一些啊。私人助理的意思是私人生活，工作不包括在内。所以对你来说，我就只是你的男宠，外加免费的司机、保镖，还有拎包的，是吗？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内疚，可惜你这套 PUA 的方法对我没用。你需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吗？我可以叫司机马上过来接我。贱人！控制情绪是你学会当大人的第一步。看到新闻了，所以你不再需要我了。什么？这2天我想明白了，对你来说，我只是一个免费的心理咨询师。简蕾蕾和李长宁出事的时候，你刚好遇到了我。那时候你需要我，就像是个溺水的人需要一根绳子。但现在事情解决了，你觉得自己有需要变回那个冷静、独立的严老师，当然就不需要绳子了。不是这样的，没关系。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很感谢你，愿意选择信任我，跟我说了那么多关于你自己私密又痛苦的回忆，也很谢谢你，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安慰。还有，让我认识到这么可爱的小乐。但是我们2个已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你想透过心理咨询来疗伤，我办不到。我有我的职业操守，对于患者，我必须保证绝对的中立、客观，不带有任何感情。可是我对你，我已经办不到了。那天在医院抱着你的时候，我很确信我的感觉。不是后来我也可以感受到，你渐渐的疏离。爱情还是疗伤，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严玲，我真心的建议你，一定要再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不然你已经暴露出来的旧伤口，如果没有好好处理，我很担心你会再次受到伤害，也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无论如何，我想和你好好告别。从今以后，祝你一切都好。你好，是仁心医院精神心理科。哎，你好，请问罗良医生在吗？哦，他去港岛了，上午刚走的。哦，好，谢谢你。倪老师，哎，下课了。喂，喂，严玲老师吗？我是。你好，我是丁志博丁总和智海通远集团的法律顾问。鉴于丁总目前的身体状况和对智海通远集团的负责，他自愿签订了医护治疗委托授权书和生前预嘱，并且请您作为他的委托执行人。生前预嘱呢，是指人们在健康或者意识清醒的时候签署的。丁总呢，预见了自己在生命的末期势必会遇到一些重大的医疗决策，需要一个人签署手术同意书。严玲啊，你也知道，我儿子很早以前就意外过世了，我前几年又离了婚，我身边没有亲人了。丁总，你有公司，有律师，有下属，还有朋友。严老师，丁总的健康或者死亡对我们集团影响重大，出于对利益冲突的考虑，我们集团的高层合伙人，包括我们的法律团队，都不能担任他这个医护治疗的委托执行人。对不起，我也不想。我知道，这个责任对于您来说非常重大。好了，我们单独谈谈。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明知道我不可能答应。可是我没有值得信任的人了。我生意做这么大，总会有对手，谁知道他们藏在哪儿，又买通了哪些人呢？玲玲，我这么个行将就木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信任的亲人，只有你和你妈妈了。你别牵扯我妈。我知道，你肯定不像我爱你那样，
爱着我。你别说了。好，你恨我，可那又能怎么样呢？从你14岁开始啊，你的学业、你的生活、你的长大成人，哪一步没有我参与其中呢？凉凉，我现在是在把命交到你的手上。只要你当了这个委托执行人，你对我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呢。当你允许我去做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治疗，而我死在了手术台上，是不是做梦都得笑出声来？你住口！你明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对呀，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才信任你，才敢把命交给你啊。你才没有什么信任，你签下这个生前预嘱，你就是担心自己死之前哪个恨你的人要求切气管插管，让你生不如死。小鬼头，就属你聪明。但是我确实需要一个迫不得已、危急时候帮我签手术同意书的人。这么些年了，我从来没有求过苏老师，但都是他一开口，不管什么事儿，我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包括给你们学校捐的1000万。他一直不知道怎么感谢我，怎么报答我，而我也一直跟他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呀，要不然我去求求我这个好嫂子，或者说好姐姐，他一定会答应我的。他一直对我的健康忧心忡忡，而且他肯定会时不常地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对我更好。他可不像你那么冷酷无情。一会儿啊，我们汇报演奏，你可千万别出错，别紧张，你可以的。乔总，谢谢你们给孩子们这次机会，他们都开心的不得了。我们丁总说了，孩子啊是祖国的未来，是，所以一定要好好培养。在港岛街头偶然听到熟悉的旋律，忍不住想起过去。从别人的朋友圈听来这首歌就爱上了，或许是我爱屋及乌吧。可惜，与别人这一切可能从未发生过，只是我独自的一厢情愿。老师，您不陪我们一起去吗？出国很贵的，你们两个这次出国比赛花很多钱的。有乔总陪着你们，好好参加比赛，争取拿个大奖回来。嗯。
伯伯好。哎，好，快上车吧啊！谢谢要不然赶不上飞机了。放心啊，会有人照顾好的。好嘞，你们两个一定要听听伯伯的话啊！好，快去吧。老师再见，拜拜。老师拜拜，拜拜，加油啊！好，拜拜，拜拜。琳琳去上学就拜托你了。上车吧，来吧。上了省重点要好好学习，听叔叔话。停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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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车！快拿好东西，赶紧回家，不可以去啊！你谁呀？来来来，给爸爸妈妈打电话。你谁呀？不可以让他们去。不是干什么呀，妍妍啊？不可以让他们去，你们绝对不可以让他们去，赶紧回家啊！妍妍，赶紧回家！你干什么？老师相信我，这什么都不可以，肯定回家去啊！不能让这么小心跟他比赛好吗？不可以，不可以！带孩子上车！不可以，不可以！带孩子不可以！带孩子上车！快走！不要去！不可以让他们走！不可以上车！快上车！我求你了，不能让孩子们去！不可以！我不能让你像当年对我那样对他们！放开我！放开我！上车！不能走！快下车！老师，把他们叫下来！不可以去！不可以去！开车！开车！开车！不可以去！快下车，好不好？孩子们不安全！松手！我求你了，让他们下车！走走走！吃饭啊！我吃完饭就订票回去了。那你不是说要多待2天吗？我有事。那我去给你炒个青笋，你爱吃。你好好照顾他，我整理一下就走。妈妈，大仔，妈妈，东西啊，随便看看，很新鲜的。是跟女儿一起来买菜啊？是啊。哟，感情那么好，好幸福哦。是啊，是啊，好幸福。要不要？来个吧。正好刚买了笋，妈给你包那个腌笃鲜，好吧？都行。
你还想吃什么？别做太多了。没事。哎呀，咱别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无论如何，我想和你好好告别。严玲，从今以后，祝你一切都好。那天在医院抱着你的时候，我很确信我的感觉。不是后来我也可以感受到，你渐渐的疏离，爱情还是疗伤，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谢谢你的 CD。我看到了消息，你很勇敢，很了不起。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说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如果我说我的选择是因为我不配，你能理解吗？我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和一个年纪可以做我父亲的人在一起了。我贪恋跟他在一起，可以宣泄我对父亲的想念和愧疚。我的耻辱不只在于我跟他在一块儿，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认为那是爱情。从高中到大学到研究生，我一直把这种畸形的关系认定为是爱情。当我感觉到他疏远我了，我还特意买了一条新裙子，穿着去见他。我看到他和一个15、16岁女孩在一块儿，就如同他刚开始跟我在一起一样。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对我根本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爱情，我只是他贪恋青春、畸形爱好的一个猎物而已。这不是你的错。不，我很糟糕。
我把自己喝得烂醉。后来老卢找到了我，他是我最信任的师兄，可我却把他当成我专门为你买的裙子，我专门为你打扮的。杨玲，好了，别这样，杨玲，别，我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老卢。我居然还穿了条新裙子去见那个人，我就像是个下贱的妓女去求欢。你不要这样说你自己，是他的错。他在你最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利用了你生父的愧疚，你和你母亲关系的失常，成为你心中唯一的支柱。如果你不说服自己那是爱情，你根本撑不下去。和老卢有了小乐之后，我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他了。我停学1年，生下了小乐，后来读了博士，又留了校。我告诉自己，我要重新开始，我要做个好妈妈，做个好老师，我要做个好人。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个好人。为了通过 PO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卢拍了视频。那种视频，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能为蕾蕾报仇的话，我愿意。这就是你所有的故事了吗？你今天为什么来找我？为什么来告诉我这一切？我从来没有谈过真正的恋爱，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知道什么是爱情。但是我认识你之后，就特别想跟你说，不要离开我，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受委屈了，委屈你了。还忙呢，胖啊！买这么多沙琪玛，我吃一个啊！停！妈呀，你这特供工程的呀？你以前可没这么护食啊！这不是吃的，都是线索。线索？什么线索？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沙琪玛，到底是哪一种？你还在查那个变态？你是不是想当英雄当上瘾了？胡所不是说了吗？咱们人民警察最高的期待不是当什么英雄，而是这日子能一天天太太平平的啊，什么幺蛾都别出。我特意约他坐最晚一班船，下船时公交、地铁都停了。我说这是老天爷留你一晚，好让我明天请你吃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美食。那晚之后，他就彻底沦陷。任我摆布，直到自己吊死在榕树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下辈子能有资格和我在一起。这小说写的不错。小什么？谁家写小说写的这么真实，这么生动啊？啊，你写小说你还专门找一张沙琪玛的照片，你摆在上面。小说，得，我看看啊，看看。这人文笔挺厉害呀！这样他要是开坑，我肯定追问。都说了，这不是小说，不是小说。啊，那你来看看这个，这什么冰雪女王啊？她这一张嘴就让一个美女为她要死要活的，还去自杀。这一看就是内心猥琐又没地儿释放的写手写出来自嗨了。我跟你说，你用脑子想想啊，这要是谈恋爱就能把人杀了，这地球上人类早灭绝了。哎，我说不让你吃，不让你吃的呢。我吃一口，哎，而且你这好像也不是杏仁沙琪玛，不然杏仁沙琪玛，我们身穿翠影轩独一份的。你怎么知道？那翠影轩，我就是身川人。这个地儿叫翠影轩？对。还真是翠影轩，得去趟生川了。可以啊，玲。妈呀，哥，吃了啊，全归你了，全吃了。开窍了，哥。行。找人问我就对啦，这一家店开业的时候我就在了，都干了10多年喽。做我们这一行又在榕树下自杀的女孩啊，哎，肯定是她没错了。托尼老师是吧？哎，你确定那个姑娘叫魏之华哈？没
没错啦，瓦莫呀嘛，好像是13年吧。我记得当时他就跑了，一大堆客人找不到他，跑到店里来吵着要退卡呢。是什么客人？她那么漂亮啊，你懂的啦，男人嘛。她没男朋友吗？什么是男朋友啊？啊，上过床都算的话，哎呦，那你找的人就多了。谁想到他之后会自杀的呢？哎，红颜薄命呢。托尼哥啊，哎，您帮我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像这样的纹身？没见到过哎，反正露出来的地方就没有了，私密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啦，我也没跟他睡过，对不对？哦，对了，他还有个哥哥，也在身川，好像叫翔哥。那你有他联系方式吗？帅哥，有没有一个卖马桶的叫？知道。啊。师傅，有没有一个卖马桶的叫翔哥的？老板，哎，看看马桶啊，我这儿的货都是佛山的。魏翔啊，对，都叫我翔哥。您有个妹妹叫魏之华是吧？我这妹妹脾气大，嫌我管她，一年到头人都见不着，春节也不回家。哎，人见不着嘛，钱也见不着。我爸妈呀，就当没生过这姑娘。那当时是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间就要自杀了？我啥都不知道。她出事那年春节前，我给她打了个电话，我还介绍个公寓。我想那姑娘早点结婚生娃娃，安稳稳过日子。电话里把我说了一顿，我也不高兴，这就没联系了。后来几个月，警察找到我，就说我没出事。你那儿有没有他的之前的照片啊，或者视频什么的？你要不然到他这个 QQ 空间里头，你看一下。啊，他死了之后啊，这东西我也弄不来。我妹长得其实还可以，我那工友啊就看了照片，把他看上了。明白。行了，239。好，辛苦啊！几个月睡不着觉，头发都要掉光了。太后悔当初怎么会那么蠢了。我把我妈的医药费全给她了，现在看着我妈躺在家里不能去医院，我真恨不得一头撞。我每天都希望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在做梦。请问大家，有人见过这样的纹身吗？没见过。你是什么情况？不是我，是我姐。她8年前在成渝体育馆跳楼自杀了。她死之后，我们才发现她身上有这样的纹身。你是哪里的？8年前太早了。成渝体育馆。有 PUA 吗？杀猪盘不都是我家的吗？你姐被骗钱了吗？为什么自杀？我们是冰原的。冰原。你好，我是成渝的。你姐姐是不是滑冰的？我记得当年你姐自杀这事儿，在成渝很出名。我姐姐会走路的时候就会滑冰了，她从小就喜欢卡特琳娜，想成为像她那样能被人记住的运动员。
为了这个目标，他就几乎泡在冰场里了。我在电视上看过他在亚洲花滑锦标赛上的表演，很厉害。但那场比赛，他好像……但那次比赛，他摔倒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所以是因为这样，他才会选择……我姐姐不是那样的人。受伤之后，她很努力的在复健，从未放弃过希望。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被她男朋友逼死的？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姐姐在偷偷谈恋爱，和一个神秘的男朋友。只是那个时候我太小了，也没见过那个男的几次，所以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但我姐为了他，纹了个纹身。你是说你在群里发的那个？嗯。我只记得我姐姐谈恋爱的那段时间非常痛苦，每天都在哭。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姐姐的死会跟她有关系。直到我在新闻里看到 PUA 课程里面说的纹身烙印，所以就赶紧进群了。我还找到了这个和这个。这些照片，你能发给我吗？请13号徐峰到6号诊室就诊。哪儿又不好了？其实都挺好的，我就是想花点挂号费来看看你，顺便想向前辈请教点问题。怎么变得这么谦虚啊？这样我会很不习惯啊。你一直说我不懂甩尾，我之前其实挺不服气的。我都让李长营自杀了，我这甩尾还不够彻底吗？直到我最近机缘巧合发现了一位 PUA 大师的秘籍，才发现我跟他真的有很大的差距。在自杀鼓励这部分，他是这么说的：庸才亲手插刀，自己手上必须染血；高手准备好刀，把刀递过去。但真正的大师，能让猎物用自带的武器杀死自己，从而全身而退。这境界，难也不难。须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我们能做的就是将它释放出来，吞噬掉之前的自己。这写得太好了，对吧？这你是在哪里看到的？网上都说这位大师已经神隐，我能搜到的只有零碎的只言片语，真是太可惜了。你说他已经发现了操控人心的奥秘，可以享受在人间当神的极致快感，还能造福广大的追随者，接受他们的膜拜，为什么要突然退出江湖？连传说都快没有了，为什么呢？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该不会花600块的挂号费，只为了跟我说这些吧？最近严老师的视频在网上传得挺火的。你说他那么悲惨的故事，是不是就是你在他身上找到的武器啊？徐峰，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是不是不要浪费其他患者的时间？很抱歉，帮不上你的忙。到6号诊室就诊。谢谢你，罗医生，每次都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好意思，稍等一下。好。我还找到了这个。这600，值了。需要我拉你起来吗？蛇发女妖美杜莎，原本是雅典神庙里的女祭司，一生都要保持贞洁，却被海王波塞冬引诱，变成了跟他在神庙里偷情的荡妇。从此看到他脸的男人都会变成石头。我说的对吗，先生？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照片哪来的？希克的妹妹和她一样美，但也和她一样蠢。我飞去冰原请她喝了杯奶茶，她就什么都告诉我。而且，她也给我看了这个。她很怀疑，照片里这个戴手表的男人，跟谢科身上突然出现的纹身一样，是姐姐不能说的秘密，甚至跟他的死有关系。但你知道让我最兴奋的发现是什么吗？其实我在看到照片之后，我就很想来问你，但我忍住了。我也想看看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比你差，我就到处去搜美杜莎纹身，找了好久，终于在外网一个论坛里看到有人在缅怀一个已经关闭很久的泡妞网站，里面有个叫先生的大神分享了好几个非常厉害的 PUA 案例，其中一个就叫冰雪女王，是你吧？故事很精彩，可以去写小说了。小说怎么能比得上？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奇迹。只可惜，当初创造这个奇迹的牛人，现在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金融游乐园是在最风光的时候关闭的，为什么呀？不心疼吗？我知道先生为什么关闭游乐园，因为恐惧。袁岩用平起子捅我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你也跟我一样对吧？先生。
我妈问什么时候和你妈妈见面，我妈超级喜欢你，希望你妈妈也能满意我。喂，小素，是你吗？怎么了？怎么了？小素，小素，小素。冰原大鸡架，嘿，老板，坐呀，秋豆，哎，还得喝够啊你？哎，我媳妇儿，我不是喝酒啊，是稳定客源呢。咱能不能有点长远的思维？啥长远思维啊？你看你这个德行，一会儿过去啊。哎呀，您是秋冬啊，外号王子。来右边不？2份啊，行。好，来，我给你码上，你随便准备几个小菜，行，挺好，挺好。哎，媳妇儿，这是我远道来的朋友，我得跟他好好聊一下。行，你吃啊，不过是说话。好，说话啊，辛苦了。哎，来，我敬你。那个之前你给我打电话啊，我以为你是骗子，不好意思啊，我先干微信。那小柯的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有什么新情况吗？没有，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谢柯自杀之前那场比赛，就你们失误那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是我的错，我现在真想过那边给他赔罪去。我不懂啊，但是这种花滑比赛失误不应该挺常见的吗？怎么那次就这么严重？其实比赛前我们俩拌嘴了，影响他情绪。因为比赛的事儿？因为她男朋友。我第一次发现小柯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是他出事的半年前。有一个企业邀请我们全队去演出。秋豆，快点的，教练，晚上发车了都。那个小柯不是补觉吗？我一会儿叫他一起打车过去。你小子，回去吧。哎，来，上车。哎，包帮我拿回去。给他打电话不接，房间里也没人，我就出去找他。你是谢哥吗？你是谢哥吗？你谁？求求你能离开他！你在说什么呀？你是谢哥是不是？啊！你别拦着我呀！哎，我是他女朋友，我真的是他女朋友。我求求你不要拆散我们，好不好？他就这样，恶狠狠地盯着小柯，恨不得要把他活吞了。求求你，放手好吗？求求你了，我了，把他还给我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很久了，我家不要了，孩子我也不要了，
我只要他一个，我只要他，把他还给我好吗？但是他真的没有跟我说过他有女朋友。我是他女朋友，求求你。从那次开始，他就有意躲着我。当时我们正在备战亚洲锦标赛，除了训练，都一句都不跟我说。先等一下。怎么了？是不是感觉没有把握？我也觉得这抛跳3周难度确实太大了，我们还是求稳吧。这样，我跟教练说一声，再换个动作。我可以做，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练一会儿。不是这双人配合动作啊，你一个人怎么练啊？我能练好，你回去吧。干我们这行的，俩人一起长大，一起训练，一起吃饭，除了睡觉不在一块儿，几乎天天都在一块儿。而且身体上有那么多接触，人家对象心里肯定别扭，对吧？不是，没道理。这种情况，他们俩处之前他就该知道啊，不能谈都谈了才说我介意这个事儿，那不成心找事儿吗？我心里边有愧疚。我不怕你笑话啊，我一直喜欢小柯。我认为这辈子注定我们俩人要在一起。我都想好了，等这次比赛再拿了冠军，我就跟他表白。别想。所以你们俩吵架，就是因为他对象的事。比赛前，我看见他吃药了。什么药？你吃啥呢？治病变了。咋了？痛经。你骗谁呢？你大姨妈是这2天吗？你又知道了。是不是跟那男的有关？谁啊？你不用瞒着我。那天那女的来找你，我看见了。你是不是给别人当三儿呢？我不是。我跟你说，你最好不是。你干嘛呢？啊，这么好的小姑娘，给别人当我三儿是吗？糟蹋自己呢是吧？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也不了解我。啊，我不了解，对，我就是不了解。我就知道啥伟大爱情不能挎着个尸体谈，遭报应。谁死了？活动结束以后，所有人都回团里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来找我玩，我就在那个酒店里多住了1天。第2天我退房的时候，哎，你好，办一下退房。好的。看酒店门口有警车，还有救护车，围了好多人，说是酒店的屋子里边死了一个女人。好了，我会跟他说的。怎么死的？凶杀、自杀还是意外？我不知道。我那段时间还特别关注报道来着，也没说啥刑事案件。所以当时谢科不知道这事儿。
这就是我做的最后悔的事儿。我没忍住，我把实话跟他说了。他一听完，整个人都傻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贱啊？这么贱，这个嘴就这么贱，什么时候说不好，偏偏这时候说这么贱，这么贱，这么贱，跟小哥说什么呀？等会儿，别这样，别。你说他比赛前吃止疼片，那你知道他身上有纹身吗？他没有纹身。有，他就在这儿，一个美杜莎，头上长蛇那女的。不可能，我们两个人啊，天天练，炮后那3周，你说那位置是他最受力的地方，怎么可能？所以谢科当时比赛发挥失误，不完全是因为情绪受到刺激。他吃止疼片是因为他刚纹了身，你一碰他就会疼。他纹身干啥呀？啊，运动员就不可能在身上纹这么大一块身。不是他自己要纹的，是他对象让他纹的。意思，他对象要害他。谈个恋爱，搭条命。小柯，我最了解了，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为了爱情要去死去活来的女孩，好吗？咱们外人看来，她可能也就是谈了场恋爱，但对谢科来说，那根本就不是爱情。被那个王八蛋选中成为猎物的人，只会感觉到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你想想那女的。啥意思？别死了。我明白了，他能逼死一个人，当然也能逼死另外一个，对吗？那小柯是让别人害死的，对吗？他是被人害死的是吧？他是被人害死的，对吧？干什么呀你？你是不是疯了？你要是不想过来就直说。这一天天的你还摔上了。就是这样。邱总说，他当时觉得谢科受伤完全是自己的责任，所以跟谢科求了婚，想照顾他一辈子。但是被拒绝了。没过多久，谢科就自杀了。要不是因为那个王八蛋，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们在冰原市那个酒店叫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你说这事儿我记得，那女的叫何潇，滇南人，跟和珅一个姓吗？哎，经理，啊，他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纹身？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满脑袋都是蛇嘛，贼吓人。哎，你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了。你说他好好一滇南人，也不知道为啥，这大老远的跑到俺们冰原这块来，你说这叫什么事儿？确定是自杀吗？确定无疑啊！这警察当时把这酒店上上下下那查了个遍儿，他是自己过来开的房，对吧？住了几天，然后当天晚上他也是自个儿回房间，然后就取暖店了嘛。中间也没见他跟啥人接触过。我当时是服务员，我进房间是要给他换那床单，然后这不倒霉吗？我碰这种事儿，那警察把我问了好久呢。那后来呢？啥后来呀？他家人啥都没来找他。啊。我听说她老公后来去派出所确认的身份，说第二天要把这个遗体拿走，结果再打电话人消失了。您这记性也够好的，这都过多少年了？你说这事儿啊，就包括他那死法，那也太诡异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当我推开门那一刹那，
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